地铁每天挤满人，居然还在大把大把的亏钱。修建有地铁的城市，年亏损额普遍都达到亿元级别，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100亿元。为什么都挤爆了，地铁却还会亏钱？地铁运营的背后又是怎么盈利的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国内最挤的地铁，4个一线城市都榜上有名，像广州的3号线、北京6号线、上海9号线以及深圳5号线，车厢里几乎全年都是人挤人。而从数据来看，像北京地铁的一些路段，客流高峰时期可以达到6.32万人次。按照惯常的理解，人越多，地铁的营收越高。可现实的情况是，地铁的营收和客流量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。目前，国内拥有地铁的城市超过了40座。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看，绝大多数城市地铁的运营都是盈利状态。但是请注意，盈利的基础是因为各城市都对地铁领域进行了补贴。如果去除各城市的补贴，就会发现各城市实际的运营情况是多么的惨不忍睹。亏损额度最大的就是北京了。去年北京地铁的运营利润达到了21.82亿元，这一数据跟其他地铁城市比起来，是唯一一个利润超过20亿元的城市。然而盈利的背后，北京去年对地铁的补助也很高，其补助的金额达到了262.86亿元，所以利润和补助经过换算，会发现亏损的额度达到了惊人的241.04亿元。实际上，前年的经营也是亏损状态。2021年的财政补贴是214.66亿元，当年的亏损为190.12亿元，一年比一年亏，这也使得北京地铁在亏损的道路上一骑绝尘。因为其他城市的地铁虽然也在亏损，但至少还没有超过100亿元级别。像杭州减除补贴之后，去年的亏损额为87.55亿元。郑州地铁去年的营收为6亿元，运营成本则是81.38亿元，两者差距超过了75亿元。广州地铁去年的亏损相对较低，但是4.56亿元的亏损额还是让人无法相信，有着地狱西路之称的3号线全年居然都是在赔钱运行的。北京地铁的一些路段，客流高峰时期可以达到6.32万人次。这么多人坐地铁，为什么地铁公司还会亏损呢？地铁的客流量确实不低，但是每年挣的那点钱确实又抵不过花出去的那点钱。地铁的开支主要集中在前期的修建和后期的运维上。以前期的修建来说，各城市修建投入的成本可谓天价。数据显示，地铁每公里的造价达到了惊人的几亿元。前期的建设是预先投入的资金，也就是说，在地铁修好之后，其整体就处于亏损状态。每年的运营都是在补此前的差额，而且地铁修建耗费时日，花的时间越多，之后的回报周期拉得也越长。本身就是以亏损的姿态起步的，等到正式开启运营后，运维的成本会进一步增大。按照城轨协会的统计显示，国内地铁的运维成本每公里平均的花费为1126.15万元，这还是常规状态下的运维成本。如果地铁线路处于改造升级期间，运维成本更是会飙升到每公里1500万元。具体来看，地铁的开支主要是人工成本和耗能成本。2022年，北京地铁整体的工资以及其他人工成本在内，开销为60.67亿元，这一占比达到了总营收的50%。耗能成本包括了维修、电力等方面的支出，这一部分的资金开销为19.62亿元，其中地铁安检部分的成本占比达到了1半多。而从总体来看，安检部分的成本开支占总营收的10%。而且地铁的成本消耗和运营能力是成正比的，就是说运载能力和运营频率越高，运营支出也会越高。缩短每趟车的发车间隔可以提高公众的出行效率，但这也需要配备更多的乘务和检修等方面的人员。每公里的工作人员配备数量越多，运营的成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像北京的地铁，各个地铁站点都没有配备商业网点，一些地铁站周围10分钟的路程内没有任何商圈，营收上的单一自然就加剧了亏损。其他一些城市也是如此，而且收入单一化的同时，运营的成本又在不断上涨。
2022年，济南、常州、重庆等城市地铁的营收增长了10%，然而，像济南和常州地铁的支出成本却超过了200%，杭州地铁的支出成本也超过了100%。收入单一，开支居高不下，难道地铁运营真的挣不脱亏损的怪圈吗？从大范围的角度看，长期盈利的地铁也不是没有，香港地铁就是盈利的典型。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运营时间里，除了疫情前2年亏损之外，其余年份香港地铁都处于盈利状态。去年，香港地铁的总营收为478.12亿港元，刨除各项开支之后的利润达到了98.72亿港元，在总营收中还有104.8亿港元为物业收入。其实说到盈利的秘诀也并不复杂，香港地铁的盈利靠的也不是卖票，而是围绕地铁周边地段的其他业务。这种经营模式在业内被称为轨道加物业的 TOD 模式。地铁应该成为城市发展规划的核心，让城市人口围绕地铁增加活动频率。地铁不仅仅是运输工具，因为只有公众在地铁周围的活动和消费量增加了，地铁的收益才会增加。按照这种思路，国内除了香港地铁之外，像深圳和武汉地铁在财政补贴之外也实现了盈利。去年盈利最高的是武汉地铁，扣除成本以及补贴，仍有盈余14.83亿元。地铁运营方面，武汉去年亏损了22.85亿元，但其他业务上的营收为53.94亿元，扣除23.26亿元的成本，利润达到了30.68亿元。所以说，在地铁票不会大幅涨价的情况下，任何一个城市的地铁运营都会是亏损的。如此一来，那些想要修建地铁的城市还会继续吗？到2021年，拥有城市轨道交通路线的城市有49座，其中40座城市拥有地铁制式。可见，虽然明知道有亏损，但依旧阻挡不了各地修地铁的热情。为了防止盲目上马地铁项目，国内在2015年曾推出了具体的修建标准，主城区的总人口规模要超过300万，预计的客流量每公里要超过3万人次，每年的财政收入要达到300亿元以上， GDP 总额要达到3000亿元以上。之所以提高标准，就是为了遏制地铁过热，防止一些城市借钱也要修建地铁。国家标准提高的同时，各地的地铁项目确实也有一定的缩水，一方面有申请不过关的因素，一方面也有担心亏损的影响。毕竟按照现有的标准，客流强度在标准线以上的城市，目前只有北上广深4座1线城市，以及成都、沈阳、南京、长沙、西安。也就是说，哪怕是已经修好了地铁的城市，其客流强度也没有达到相关的标准。作为一座城市的基础公共设施，地铁的主营业务虽然是亏损的，但地铁是一座城市的外延，更是一座城市综合经济发展的体现。所以，亏损本身不是地铁的重点，更不会成为一座城市的累赘。相反，地铁带动的城市综合性能提升，其产生的收益和价值，又不是靠那几块钱的地铁票体现出来的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